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王一博在雪地里玩嗨了，工作室抢先晒出他可爱模样，上一秒还在装酷摆姿势拍照，下一秒变真性情少年。你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明明还在装酷，下一秒就变成了全民迷弟迷妹的情况？王一博这次又给了我们这样的惊喜吧！刚还在雪地上摆那个酷炫的 pose， 阳光洒在他身上，摄像头里的他一脸我很帅的模样，胜过千言万语。但是下一秒，工作室就火速发了一张图，竟然是他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，那种好像完全忘了自己之前的沉稳，只会露出那种纯真的笑容。你说这叫什么？演技吗？不是青春的本色。不少粉丝早就看出他在场上的表现有时候是真的会把自己搞得过激，要么酷酷的，要么逗比的。偏偏这孩子就像是从不按套路出牌，不带任何假面的那种。所以你看到那些装帅的瞬间，是他刻意营造的气场。但一转眼他的真实模样又会像个调皮捣蛋的小孩，那股真性情才是他最特别的地方。这次的雪地自拍确实发人深省。直白点说，年龄不小了，身上的明星标签累不累？王一博从练习生到出道，经历了太多，说白了他也不容易。去年底他连续拍了很多大制作，路上跑跑跳跳的压力不小。而这次突然放松下来，显露出他平时那些被粉丝偷偷扒出来的那股少年感。很多人都说，真性情少年才是最迷人的。这样的迷人，你能长久维持吗？有人就会觉得，这就是他的一面，有点像两面人。他也没有非要成为完美的偶像那样的角色，说穿了，就是个有血有肉的普通孩子。可偏偏明星界厮杀太激烈，想在公众面前做个真实的自己，难如登天。毕竟站在舞台上的他，不是只有阳光，还夹杂着那些对生活的各种压力。舞台背后是各种套路、流言和竞争。有时候粉丝喜欢他那可爱调皮的模样，是因为那是真实的他。这次工作室先放出来的照片，就好像给我们打了一针安心剂，让人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也会弄不清自己是该硬气还是该撒娇。反正他的真实状态就是这么多面低级合体，有时候在镜头前杯子都能变成战场，一会安静的像个闷葫芦，一会又能在雪地里狂欢，就像一个刚刚脱离偶像包袱的少年。看他这样其实挺不容易。你说明星表面光鲜亮丽，背后可是无数的辛苦和彪悍。演技再好，也扛不住日复一日的高强度工作。更别说像他这种从小就站在聚光灯下长大的，压力大的仿佛随时要崩溃。可他偏偏还能笑着面对。他的青春，他的真性情，就是让那么多人为之心动的原因。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像都在找一个自我的方向。王一博能站在舞台上这么久，不只是他脸上的鲜嫩，更是他那颗敢闯敢拼的心。而且他也从不躲避自己喜欢的东西，也从不装出一副我高高在上的模样。无论是酷酷的帅气，还是童真的调皮，都是那颗少年心的真实流露。或许真性情才是长久的秘密武器，不用伪装，不用即刻迎合，不然早晚会崩盘。就像这次，他摆出一副我很酷的样子，然后立马化身萌娃帮忙分担解释，好像都在告诉我们，我就是这样一张嘴，也会有软弱胆怯的时刻。没有所谓的完美无瑕，只有最真实的那个人。只要保持这份真实，也许未来的路会更坚实一些。不是说非得把自己活成别人喜欢的模样，而是坦然接受自己用真心去生活。
哪怕是走在雪地里滑倒，脸上露出一抹笑，迎着风的那一刻，就是最纯粹的快乐。可还是得问一句，这么走下去，真正累的人是不是会越来越少？一边繁忙一边坦荡，那真的是一种难得的勇气吧。王一博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，并非得扮出所谓的完美偶像，只要保持心里的那一份真和纯。又或者，真的没有所谓的真实或者伪装，这就是每个人最真实的样子。就算打扮得漂漂亮亮，心里还不是那个少年。自己在雪地里玩得开心，就是最大的胜利。看来，迷人的不是谁的表面光鲜，而是谁敢在光鲜背后展露出那个最真实的自己。想想都觉得这些天的热搜、热评、翻车事件真是把我们闹得心情起伏不定。看似风平浪静的时候，心里的那点烦躁怎么都压不住。可真的发现，明星们也有他们不想被看到的另一面，也像我们一样，都是在不断摸索中成长的普通人。只他的成长要比我们多了点闪光灯。你说，无论这个圈子怎么变，想要的其实也不是大惊小怪的场面，还是那颗敢于展示自己、勇敢去做真我这点心。而这次王一博的雪地瞬间，让人明白了，偶像不一定的随时摆出完美帅照，有时候真心表现出来的才最令人动容。此刻的你，是不是也在心底偷偷笑了？谁都在追求那份真实，无声地说：“我还年轻，愿意做自己。”也许就是这个简单的信念，让我们在泥泞中走得更远一些。钟汉良现身浙江国际影视中心参加《王牌对王牌》录制，低调却引发热议，演技与人气是否还能持续撑起舞台？你说钟汉良现身浙江国际影视中心参加《王牌对王牌》录制，这不禁让人一阵感叹。说实话，他这次的出现真是让挺多网友心里七上八下的，有点怪。明明个人气挺火的，又没有什么刻意追求曝光的打算，为什么偏偏会低调到现场都像个旁观者一样？这场面真算不上娱乐大新闻，但偏偏引起了一波热议。这年头明星的走红套路早就变得越来越奇怪。以前搭个宣传车，出个新剧，立马圈粉无数，而很多人却开始变得低调有求。成绩上去了的一线大咖也像是犯了迷糊，私底下避开公众视线，搞得像个隐士。钟汉良这次的现身，看到好多评论都在说，是不是他压力大了？觉得不能一直靠颜值和演技撑着，要从舞台上、从人气上找新感觉。可是你说，演技和人气还能撑得起一场舞台吗？平时他在《欢乐颂》等剧中的表现，的确还算得上过得去的，但也就是能看，不能说能多惊艳。似乎变成了中规中矩的稳定供应。到他这个年纪，天赋早就出来了，也不缺资源，但偏偏就像是卡在瓶颈上一样，怎么都出不了新高度。相比较那些花式翻车的小明星，他算是属于那种还算稳稳当当的，但也没有推陈出新的那种火花，感觉就是在娱乐圈里徘徊，眯着眼睛想办法不掉队。这其实也很正常，娱乐圈这圈变得越来越快节奏，越来越看脸。你演得再好，没有持续的曝光和粉丝的支撑，也很难说能站得住脚。有人评论说，他其实也有点焦虑吧，毕竟当明星不单纯是演技问题，更多的是要靠自我资本去吸引人。像钟汉良这样曾经辉煌过的演员，突然让人觉得似乎走不出曾经的阴影。人都是会变的，岁月在脸上留下痕迹，天花板也在不断逼近。但是也要看到的是，他人气的确在逐渐平稳，没有了那些大肆宣传的爆点，反倒显得更低调一些。年轻一辈的流量明星们居然也开始回头看一眼老将了。
觉得他们背后那份沉淀是无可比拟的宝藏。他们的演技、主持经验或多或少都在告诉我们，无论潮流怎么变，真正的人气是经过时间的打磨和真实演绎累积出来的。可这会儿问题来的有点突兀，到底明星是不是还靠演技和人气撑得起一个舞台？答案似乎是不单纯靠，有时候还得靠符号和标签。你能在这个圈里站稳脚跟，不只是演技，要有人脉、有口碑、有个性，甚至还有个被需要的感觉。钟汉良这些年看得出来，他很会掌控自己的节奏，选择的角色也都不差。可就像走入了一种中年演员的尴尬境地，想突破点，却又似乎被标签束缚得死死的。回到现场，看到他的那一瞬间，我还有点疑惑，真的是在低调做自己吗？还是已经开始在思考下一步怎么走？毕竟这个圈子是个讲究面子和舞台效果的地方。有人会说，他的低调也许是算计，也可能是真的想静一静，给自己留点空间。看得出，像他这样的老将，心里也在不停权衡。或许一方面他们不再拼命追求流量，而是更看重内容本身；另一方面也在期待未来能有更多新鲜的尝试。就像这个行业变得让人难以琢磨，你轻描淡写了，反而更能激起一波舆论。也许正是这种看似平淡的表演和生活，才是最难能可贵的。可是骨子里，你会觉得他们还是要点能量，不是追求虚浮的热度，而是真实的实力。像弯弯绕绕的娱乐圈路，谁又能一直站得住脚？有人担心，时间一久，我们会不会忘了，曾经那些刻骨铭心的演技点和人气支撑，都在浮华散去后，变成了模糊的记忆。这些老面孔，或许不用太多炫耀，像个静静的礁石，有时候反而更有力量。也是他们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稳，没有那么容易，也不是靠一时的火热就行。在这个浮躁、快节奏、脸皮越来越厚的时代，能像钟汉良这样低调对待舞台和粉丝，也许才是真正的修炼之道。回头再看，他的下一步又会去哪儿？会不会真的走得更远一些？还是会继续在平稳这条路上打转？我其实挺佩服那种沉得住气的人，毕竟不做作不浮夸，才能走得更久一点。就像他以此站在舞台上，告诉自己，也告诉所有人，演技不错，人气还在，关键还要有点运气。其实心里明白，娱乐圈永远不缺故事，也不知道这个行业未来会变成什么模样。像钟汉良这样的老将还能坚持多久？但只要他们还能在舞台上出现，不会被岁月埋没，那就是一种胜利吧。没人能永远站在巅峰，但只要还在努力，有梦想，明天就总会更好。